我本是侯府嫡女，却被逼嫁给了一个穷秀才，而秀才早年丧父，家中只有一个寡妇。婚后夫君冷眼婆婆刁难爹爹，却一味让我忍让孝顺，直到我意外发现婆婆竟是爹当初的心上人，他将我嫁入他家，只为替心上人儿子改换门庭。更可气的是我嫁给秦子安，才3个月，他母亲竟然开口向我讨要胭脂做秦子安的妾室，理由是我3个月了还没怀孕，可胭脂是我的贴身丫鬟，从5岁那年就开始跟着我了。他还说为了让我安心，才特意选了胭脂是我的大丫鬟，哪怕当了妾，也定然会一心向着我。我不愿意，婆婆却找到了我爹告状说我擅赌，所以我爹今天特意早早下榻，就为了要替秦子安做主。胭脂看到我起身有些着急，他用力磕了个头，声音沉闷却响亮，老爷是奴婢不愿意，奴婢不愿意给人做小姐碍于往日情分，才替奴婢回绝了太太。听到这话，我爹嗤笑一声，冷冷的看着我，我吼，教养你10几年，你却连个丫鬟的主都做不得吗？我毫不畏惧的扬起头，学着他冷笑一声。以前我是侯府嫡女，自然是做得了主的，现在我是一个区区秀才娘子，身份卑贱哪还，但有脾气。听到这话，我爹眼睛瞪得极大，精心修理的胡须都快气得飞起来了，他重重拍了下大桌子，吓得我娘一哆嗦。孽障，子安如此人才哪里配不上你？我心中恨极，我爹不知道要着了什么磨死活，要把我嫁给秦子安做妻子。虽然他在朝中只有一个闲置，但毕竟是侯府，有爵位在身。那秦子安只有寡母一个，纵然16岁就考中了秀才，但是在这偌大的京城，举人满得走，秀才多如狗，他又算得了什么？我当初嫁他时，他那2斤大的小院连我一半嫁妆都放不下，为这爹又让娘亲替我陪嫁了一间更大的院子。如今秦家人就住在我那院子里。秦子安母亲是个卖花女，父亲生前是开布店的，在普通百姓中，秦家的日子过得并不算差，可和我相比却有着云泥之别。我订婚的消息传出，在族中引起了轩然大波，族长上带着耆老们亲自上门，在我们侯府待了整整1天，最后族里还是同意了这门亲事。心事一定，我便再也没有收到过其他贵女的聚会，请铁贵女圈阶层分明，一个秀才娘子是没资格同他们在一处玩耍的。想到这儿，我垂下眼眸，怒气愈发高涨。那秦子安和他寡母住我的，吃我的，穿我的，现在还要抢我的人，叫我如何咽得下这口气？孽障！我爹憋气的在屋里转圈，袖子随风舞动，看得我愈发烦躁。子安他天资聪颖，今年下场必然能中举人中了。举人在一鼓作气，未必不能状元及第，到时候入了翰林，假以时日封侯，外相自然少不了你的诰命。你如此头发长见识短，哪懂为父的一片苦心？我都快被气笑。爹，您画的这饼太大，我牙不够硬，吃不了，您留着自己慢慢吃吧。我爹怒急瞪着，右眼举起手，做事要打我。我梗着脖子，将脸伸在他面前，你打你今天敢动手，我明天派令人敲锣打鼓，给你送牌匾，逼女儿给女婿纳妾。这天下第一乐章的牌子，你当得起夫人？只一声尖叫，我和我爹一起转过身去，才发现我娘从椅子上瘫软下来，晕了过去。娘一场闹道具就这么不欢而散。我坐在我娘屋中，看着她苍白瘦削的脸，又是心疼又是生气。她好似更瘦了，行销鼓励眼眶深陷外祖家世皇商，为了攀上我爹这门亲事，特意把娘寄到大夫人名下认了嫡女。成婚之后，我爹才知道他不但娶了一个商户，女孩娶的是一个庶女。为了那10几传的嫁妆，他捏着鼻子咬牙认下了这门亲事，但对娘亲却从来没给过一点好脸色。娘亲自知理亏，又从小就是任人宰割的脾气，到了府里，很快连自己的嫁妆都看不住，尽数给了我爹。当初要订婚时，我死活不同意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什么法子都用了。最后我爹派人把我娘送进了庄子里，说那环境清幽，适合她养身体，什么时候嫁人了，什么时候再接她回来。我娘素来身体不好，十分畏寒。那庄子我知道冬日里冷得吓人，我怕如果我还是不愿成婚，她可能活不过这个冬天。再后来，我爹给我递上了厚厚的嫁妆单子，田产庄园铺面，还有数不清的珠宝首饰，真正的十里红妆。我想握着这样的嫁妆，就算秦家再破落，我也还是能把日子过不好。没成想成婚之后，秦子安对我极为冷漠，婆婆也是百般刁难，一蛾子不断。他们俩成天逼着我交出嫁妆，我不给，就时不时找事情来我爹这告状。这次是我婆婆看上了我手中的金玉楼。金玉楼是京中有名的珠宝店，贵女们平日里最常去逛的地方之一，也是我所6陪嫁中最值钱的一间铺子。婆婆想要这间铺子，我不愿意给她，就开始给子安秦罗纳妾，还把手伸向了胭脂云锦。别哭，都是娘没用。脸上突然一凉，我回过神，发现我娘已经醒了，正轻柔地摸着我的脸。我擦了擦眼泪，对她咧嘴一笑，我才不哭呢。眼泪这是最无用的东西。因着这场不愉快，我爹亲自押着我回了秦家，说是要给秦家赔礼道歉。
懒懒的靠在马车上看胭脂咬牙切齿的拿鸡蛋在额头上揉胭脂。你说这秦子安是不是救过我爹的命？胭脂点点头，随即摇摇头，应该是救过咱们周家祖宗18代的命。这丫头，我扑哧一笑，压在胸口的那股浊气不由得散了一些娘亲软弱里切实有。多为了保护自己和弟弟，我把自己养成了刺猬，不管谁想咬我一口，我都能扎得他满嘴包。和秦家人斗智斗勇已经很难了，偏我爹还不停扯我后腿。胭脂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让你给秦子安。迫切的胭脂认真的点了点头，小姐，我相信你我爹给我陪嫁了10里红妆，但是所有陪嫁被丫鬟小厮卖身契却依然捏在他手中，包括胭脂的。我爹的所作所为常常给我一种错觉，好似我是捡来的，那秦子安才是他的亲生儿子。想到这儿，我自嘲的笑了笑。秦子安长得有3分，像他大伯自然是板上钉钉的秦家人子，安下个月就要下场。啊，你可有把握？我爹虽然是在和秦子安说话，眼睛却一直朝婆婆的方向瞄我，不动声色的看了他们一眼。每次爹来家里找秦子安说话，都让我感觉十分怪异。秦子安跟着我父亲去了。书房大堂内就剩下婆婆和我2人，胭脂的事情还没完。婆婆闺名叫柳三娘，今年不过各36岁，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。她长了双漂亮的桃花，眼看人时，眼波流转，好似能把人心给勾出来。她的行事做派常常让我觉得她好像不是什么良家女子和你说话呢。听到没见我发愣，婆婆不高兴的嗔了我一眼，行了，退下吧，还是侯门贵女呢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她甩了甩帕子，起身走了。我心中愈发奇怪，忍不住偷偷跟了上去。这院子很大啊，我虽带了不少仆人进来，架不住秦家人口少。我成婚之前，秦家除了秦子安和他娘亲外，只有一个小厮，一个丫鬟。婆婆越走越偏，一路上都没撞见什么人，她疾步而走，很快就来到了西院的竹楼中。这竹楼盖了2层整间屋子，连同屋内器皿家具都是竹子做的，是我夏日里最喜欢来的地方，清幽凉爽。可现在是冬日，她来这里做什么？我和胭脂借着风，生生藏进了竹林中，一起蹲在窗外，窗户敞开着，入目处满窗都是郁郁葱葱的竹胡子。有人来了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干偷听这种事情，心里警情又激动。三娘，你可是生我的？气了，这声音是我爹。胭脂倏然抬起头，死死的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连个丫鬟都舍不得给我儿子，你还有脸来？婆婆的声音又娇又媚，听着不像生气，更似撒娇。我爹急不上，然语气急切，你这话说的好没良心，我给云锦这丫头陪嫁10里红妆，你当我是为了谁？我茫然的眨了眨眼，给我陪嫁难道不是为了我？我把这婚事办得如此热闹，不就是为了你？当初我欠你一场隆重的婚礼，如今也算弥补给你儿子了。柳三娘静默了一会儿，半晌后悠悠的叹了口气，你我终归是无缘，我已经厌恶了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。我爹十分着急，如何无语？元代云锦和子安有了孩子，也算我们俩骨血交融。柳三娘似乎情动，低声叫道，恒郎，你真愿意待子安如同你妻儿吗？我爹有些不高兴，这么多年我如何对子安，如何对你，你都看不到吗？子安既是你生的，在我眼里自然千好万好，我只恨不得将一颗心剖给你们母子。接下来响起了窸窸窣窣脱衣服的声音，我再也忍不住干呕。我出生谁在哪？胭脂惊恐的瞪大眼睛，秦开嘴掐着嗓子叫了几声喵喵。血竹林边经常有猫，别管了，抓紧时间。不堪入耳的靡靡之音断断续续响起，我和胭脂只咬着牙捂住耳朵，尽量不让那些恶心的声音钻进脑中。没过多久，声音就停歇了。我有些意外的放下耳朵和胭脂面面相觑。这么快的，我爹穿好衣服，一脸艳足的走了。他走后没多久，柳三娘坐到窗前，看着竹林叹气，真是没用的男人。我和胭脂蹲在两旁，大气都不敢喘一口。柳三娘坐了一会儿散去，脸上的红晕后也跟着出了心愿。我和胭脂恍恍惚惚，魂不守舍的回到屋里，胭脂水满出来了。银红惊呼一声胭脂，这才手忙脚乱的放下茶壶，开始擦桌子。银红看了看胭脂，又转头看了看我小姐，你们俩这是怎么了？我噙了噙嘴，还没说话，吐了一地，屋里的丫鬟们都慌了神。银红一溜见跑去请大夫，胭脂则是带着我换衣服、洗脸等同济堂的大夫急匆匆的赶到时，我也已经没事人一样坐着喝茶了。大夫把完脉说我肝火太旺，郁结于心。我沉着脸，心中不停冷笑，我的好父亲可真是给我许了一门好亲事啊，难怪从成婚到今日，秦子安没有给过我一点好脸色。他看我时目光冰冷刺骨，嫌弃中还隐约带着丝恨意。我一直想不明白这恨从何来，如今才恍然大悟。大婚当夜，他喝了个烂醉，一个人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。我对着2根鸳鸯烛枯坐了一夜，看烛火燃尽，旭日东升。从那以后，秦安再也没上过我的床。胭脂给我茶，不用我多说什么。胭脂心领神会，点了点头，就朝门口走去。大娘子太太，有请柳三娘身边的丫鬟低眉顺眼的走了进来。我不找她，她反倒要来寻
我柳三娘没骨头一样靠在软枕上，看到我头也不抬，我没有行李，还将下巴抬得更高。提醒柳三娘冷哼一声，伸出手拍了拍桌上的罗甸楠木盒，她的指甲鲜红艳丽，衬托的一双手白嫩如玉。我仔细打量着她，不得不说，柳三娘确实有让男人痴迷的本钱。一双似水含情目，一把杨柳小细腰，胸脯高耸，曲线玲珑。她虽然年纪不轻，没有少女的娇操，却有着成星号人独有的魅力，像6月树上熟透的水蜜桃，不用人摘，轻轻一碰，自己就掉下来了。算了，我今日心情好不同，你计较。柳三娘伸手打开楠木盒，从中抽出一噙，只在我眼前晃了晃，这是胭脂的卖身契吗？我爹今日来竟是将所有下人的卖身契全给了这狐狸精。看着我气红的眼眶，柳三娘捂着嘴笑了，你虽然缺乏教养，你爹却是个治理的胭脂，如今是我的人了，我想叫他伺候谁，他就得伺候谁。柳三娘把卖身契放进楠木盒里仔细收好，再也掩盖不住面上的嘚瑟。你既伺候不好我儿子，我就挑好的伺候。偷他今天就把胭脂开了脸，晚上送去子安房中。见我没反应，柳三娘不悦地瞪了我一眼。行了，一天天跟个木头似的，看到你就眼睛疼，退下吧。我扬起脸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抱起桌上的楠木和撒腿就跑，满屋的丫鬟都惊了。柳三娘呆怔片刻才反应过来，一拍大腿，你们都是死人啊，还不给我追屋里伺候他的丫鬟婆妇，除了春杏全是我的陪嫁。银红假意要追，没跑2步就跌了一跤，倒着春杏半天起不来身。柳三娘气得半死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抱着盒子越跑越远。我跑进院子锁好门，不管柳三娘在屋外如何哭喊叫骂，死活不开胭脂，在屋里急得团团转。小姐再这么下去不是办法。花呀，我从屋角找出个铜盆，直接把所有卖身契丢了进去，胭脂烧光，他们卖身契2份，一份在主家手上，一份在官府留底，倘若遗失，可以凭借当初衙行的契书盒，其他单子去官府补上胭脂。他们一行68人，名字可都在我的嫁妆单子上写着，除了我，谁也补不出这卖身契。与其等我爹来逼我交出，不如一把火烧了来的安心到时，后等和离了，我再慢慢去补这些契书。胭脂眼睛一亮，立刻拿出火折子，点燃契书，门外的叫朗声越来越大了，直到一道清冷的男声响起，盖过了满院的喧哗。周云紧开门，是秦子安。他终于舍得从他那书房里出来了。我看了一眼铜盆里的灰，这才起身打开了锁子。安长得非常像柳三娘，尤其是那一双多情的桃花眼，让他本就俊逸的长相更添了3分风流。他穿着剑，青山静静地站在屋外，长衫随风摆动，像随时要与花而去的仙人。我上前一步，秦子安便不动声色地朝后退一步，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毫不掩饰眼中的厌恶和嫌弃，仿佛我是一堆臭不可闻的垃圾。看着他微蹙的浓眉，我突然就读懂了他的想法。秦子安应该早就认识我爹了，也知道我爹同星号关系，没有我爹的豢养，柳三娘无法保持这容貌，秦子安也没钱去最好的书院念书。他一边接受我爹的金钱和帮助，一边又厌恶我爹，让他亡父戴了绿帽子。当我们成婚以后，他把对我爹的厌恶全都转移到了我身上，他厌恶我，嫌弃我，也不碰我。成婚3月，我仍然是完璧之身，对一个出嫁心妇来说，这是奇耻大辱。他要把我爹家在他身上耻辱千百倍的在我身上讨回来这些星号，我要纳妾，还轮不到你做主。秦子安淡淡开口，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。我捂着嘴，笑得乐不可支。胭脂和身后的丫鬟虽然不知道我为什么笑，但是我一笑，他们便跟着，像被这么多女孩一起取笑。秦子安在也维持不住淡定的表情，放肆笑，什么都给我住嘴。我挥手绢，直起身子面带讥讽的看着他，我笑你啊，小小的秀才，大大的官威，你不会真以为这家是你做主吧？我的陪房都是我精心挑选的。我娘性子柔弱，弟弟年龄又还小，跌下来还是我们如同空气。早年间老夫人在世时，我们的日子还算好过，老夫人一走，侯府早就乱了套。我娘被几个妾室逼得只会躲房里哭，我要是不厉害一点，在这虎狼环伺的侯府根本就活不下去。我爹以为嫁给秦子安以后，我就会乖乖做个贤妻良母，相夫教子，奉献一生，他当真是半点都不了解。给我呢？你秦子安气得脸色通红，柳三娘更是插着腰口莫似剑，来人给我撕烂他的嘴。四周寂静无声，所有的丫鬟仆妇都低头盯着自己脚尖，没一个人回应他，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。柳三娘又急又气，好啊，一个两个竟然都不听我的话，信不信我把你们卖去妓院接客？我讥笑一声，随手挥了挥，行了，都散了吧，该干嘛干嘛去。下人们顿时作鸟兽散，院门口站着的人很快就只剩下了我们几个。柳三娘跳着脚气的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秦子安了，冷冷的瞧了我一眼，竟然转过身走了。他一走，春杏也慌了神，只能拖着骂骂咧咧的柳三娘跟上回道。屋里我越想越气，堂堂侯府嫡女竟然要嫁给外室女之子为妻胭脂，你却把内外院的
所有管事全都叫来刚嫁给秦子安时，哪怕他对我冷漠，我也是一心想过好日子的。我给他的书房人拨了几个极为能干的小厮，每日细心吩咐厨房准备养生又可口的菜肴。他下个月就要和下场考试，我也曾盼着他能考上举人，如同我爹说的那样，步步高升。柳三娘虽然总是刻意刁难我，但到底是婆婆，她肆意在我库房中挑选古玩珍宝，拿去自己房中摆放。她每日要吃2盏燕窝，每顿饭要备上6冷6热10几道菜，我也让厨房照办。成婚以后，秦子安和柳三娘便开始大手大脚的花钱。上个月，秦子安在账房支了500两银子，而柳三娘一副头面就要300两，这些花的可全都是我的嫁妆。秦子安一心读书，柳三娘又是娇娘的金丝雀，两人手中除了秦子安父亲留下的布店以外，再无其他收入。而那部店每月盈利不过10余两，纹银10两银子，不过是柳三娘头上的一只金簪。秦子安书房里的一方砚台，都说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我倒要看看这对母子接下来的日子有多难。第二日子，小我还在用早饭，柳三娘就带着丫鬟气势汹汹地冲进了我的院子。让开，别拦着我！她一把推开胭脂，看到我桌上摆的菜以后，立刻一甩，啪子哭了起来，一碟糟鹅掌，一碟豆腐皮包子，碗燕窝粥，再加2道清爽的蔬菜，和她以往的早餐比，自然算不得什么。但是今早她的桌上只有1碗稀粥，外加1小碟咸菜和2个白馒头。好你个丧良心的小娼妇，自己吃香喝辣，给婆婆吃糠喝稀，我要去县衙击鼓鸣冤，告你不孝。我放下手中的筷子，擦了擦嘴去吧。你俩儿子可不是在外地要告我不孝，须得连他一起告才行。本朝对不孝的刑罚颇为严苛，如果有父母告子女不孝，儿子会被革除功名，永不录用。除此之外，还要遭受50大板的体罚夫妻。记一体，除非秦子安远在外地，柳三娘才能告我一人不孝，不然媳妇不孝，做儿子的定然难逃管家之责。柳三娘一愣，眼珠子一转，开始耍无赖。我不管以后你吃什么，我就吃。是什么？你既然嫁到我家，所有的东西就应该是我们秦家的。我嫌弃的横了他一眼，除了这副皮囊，也不知道我爹到底喜欢他什么。柳三娘在我屋里还没开始撒泼，就被2个腰身粗壮的婆子给推出去了。她气得半死，却又拿我没办法。我吃完早餐以后，拿着家里的账簿来到东院的书房。秦子安身上披着件厚厚的大袄，却依然冻得直打哆嗦。冬日天冷，他这书房里虽然装了地笼，但今日小厮并没有烧火，为了采光好，整间书房的南北两面都安了大窗户，如今窗户开着，西北风穿堂而过，屋内冷得和冰窖似的，他手都冻麻了，更别说看书练字了。看到我，他有些狼狈的别过头去。你来做什么？松柏，你人呢？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没有我的允许，外人不得进我书房。秦子安大声叫着小厮松柏，垂手低头站在一边，不敢吭声。我抱着手撸，坐在他对面，把账簿推过去。我来问你要这个月的家用加汉，穿衣吃饭，就算我不用你养，你和星号一日三餐，总不能一直让我出钱吧？那这个家到底是姓秦还是姓周？秦子安白玉般的脸皮顿时涨得通红。你真是俗不可耐。他虽家贫，但是有我爹这个冤大头养着。上次小没吃过苦，不然按照他的家境，供一个秀才出来，估计要全家人勒紧裤腰带过日子，也不可能把他和他娘养得如此细皮嫩肉。是你不俗，你喝露水就能活我把账簿朝他面前一丢，这是你不装的镜像，以及你和你娘这3个月的所有开销，进账35两，你们花了2700两，这笔钱算是我借给你的借据，在这里麻烦签下字。秦子安这才有些慌了，他手忙脚乱地翻了下账簿，鼻尖上甚至沁出了汗珠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嫁到我们家，你的钱自然就是我秦家的钱，我如何用不得？果然，星号是一脉相承的子，随母向我又往桌上扔了一本律书，按照本朝律法，女子嫁妆是她的个人私产，纵使和离了，也可全数带走。秦子安怒气冲冲地站起身，连大袄都没披，叫上小厮就出门去了。岂有此理！我要休妻，我要！连着吃了3天的馒头咸菜后，他出手再次变得阔绰起来，不但一口气朝府里买了10个虾仁，还在院里设了小厨房。只是他不知道，他买的虾仁中有2个是我安排的柳三娘，虽然是个寡妇，却十分不顾及礼法大方。他院里要修个8角亭，近日里全都是工匠在进出出的，其中有2个工匠生的极俊年少，那个18岁，皮肤白嫩，唇红齿白，身量修长，像一只郁郁葱葱的翠竹；年长那个25岁，麦色皮肤，干活热了，喜欢直接脱下外套，里面就单穿了一件马甲，露出健壮的胸肌和高高隆起的手臂肌肉。府里的丫头仆妇全都春心萌动，一天要找借口去，还擅长跳胡旋舞。她穿着轻薄的舞裙，露出盈盈一握的纤腰，旋转跳动中，一双白嫩玉足上挂着的铃铛叮铃作响，不但勾走了秦子安的眼，更是吸走了他的3魂7魄。天难花魁对他人都冷眼以对，唯独对秦子安与众不同。听说是因为有次他上街被人调戏，秦子安救了他，
他们俩忙，我爹更忙，他在工部任职。这个月黄河决堤，发了水患，整个工部忙得脚不沾地，别说秦府就是侯府，他都有半月没回去了，好不容易回家一趟。我娘手中那几个最赚钱的铺子却出了问题，大掌柜们挨个上门向我爹讨主意，让他烦不胜烦。许是有了爱情的滋润，秦就将柳三娘推搡到了一边瞎了眼的小娼妇。你骂谁呢？今日阳光明媚，天气回暖，柳三娘又穿得十分厚实，人群拥挤，她本就快透不上来气了，这么一推，当即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胡二娘一愣，马上朝后跳了一步，扯着嗓子大喊：干什么？你这碰瓷的贱蹄子，大家伙可都看着呢。呸，你休想讹我钱。两个女人吵架，其中一个还生得如此美艳，立刻吸引了周边所有人的注意。我从一旁挤过来，满脸关切的大喊一声：婆母，你没事吧？婆母，我大婚不过半年，侯府嫡女十里红妆嫁给一个穷酸秀才，是今年京中最大的热闹，许多人都认出了我。听到人，胡三娘勃然大怒，一把扯过柳三娘的衣领：黑星号的贱蹄子，我都不认得你，你竟然诬告我！走，我们这就去衙门前击鼓看到底谁诬告谁。我忙站起身，也去扯柳三娘衣服，你快松开，我婆母住手。拉扯中，柳三娘厚实的棉袄被扯开，露出了贴身的里衣。她最近胖了许多，那里衣穿在身上十分紧身，露出了微微隆起的小腹，一看就怀孕2、3个月了。人群顿时哗然，数不清的人朝前涌来，想要一睹为快。老天爷爱着秦秀才母亲不是守寡好多年了吗？哎呦，这颗新鲜了寡妇怀孕，我还是头一遭瞧见呢。柳三娘臊得直哭，用袖子捂着，在竹楼等着议事呢。我领着胭脂匆匆赶到竹楼，刚坐下没多久，又有人进来了。这竹楼被我用屏风隔成了2间，进来的人但凡多看几眼都能发现端倪，但是他们没看见人说你腹中孽种是谁的。我爹用力把柳三娘摔在榻上，语气中的愤懑都快溢出来了。柳三娘哭着抓住他的衣袖：恒郎，这是你的骨肉啊！恒郎族长闻言差点叫出声，我手疾眼快的捂住他的嘴巴，这才避免了打草惊蛇。星号，清脆的巴掌声响起，老子最近都快住在工部了，哪有时间过来？大夫说你怀孕2个多月，你还有脸说这孩子是我的？我爹情绪崩溃了，哪怕族长被水呛到。人脉的腿脚第一次如此灵活，他冲出去跳起来，给了我爹2个大耳刮子。你可住嘴吧！我爹愣住了，他呆呆的捂着脸，眼神有些茫然。族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从屏风后走出，轻蔑又厌恶的看着他。不止族长刘玉石也在，柳三娘被抽成了，猪头牙都被打掉了2颗，正捧着脸哭哭的，满嘴都是血。今年京中最离谱的案子莫过于我家这一桩了。圣上看我和秦家退婚，不是和离，也不是休妻，而是退婚。在我朝从未听说成婚半年还能退婚的圣上说，那柳三娘既然是我周家外室，这婚事便有违伦常，做不得属一应嫁妆全都收回，秦子安还需赔偿我1000两银子。